5种糖尿病可以吃的低 GI 面包。低 GI 面包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面包，因为这些面包的碳水化合物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分解和消化，所以吃完后不容易导致血糖飙升。到底什么是低 GI 面包呢？喜欢面包的朋友一定要继续收看影片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按下订阅、点赞以及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每星期都会有精彩的新片上架，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在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即将要分享5种糖尿病可以吃的低 GI 面包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第一，黑麦全麦面包。第一种要推荐给你的低 GI 面包就是黑麦全麦面包。黑麦全麦面包在英文里被称为 rye bread， 它是以黑麦面粉和黑麦谷物所制成的面包。这种面包含有低 GI 指数，它不容易导致血糖飙升。源自德国的 Pumpernickel bread 就是其中一种黑麦全麦面包。这种面包的 GI 指数只有50。它属于一种低 GI 指数的面包，所以会非常适合糖尿病的朋友。根据美国家庭月刊读者文摘的一篇报道， Pumpernickel bread 是富含抗性淀粉的面包，它的抗性淀粉含量比小麦面包或大麦面包高出4到8倍。抗性淀粉是对血糖非常有益的特殊淀粉，它可以减慢葡萄糖分解的速度，从而帮助你维持更平稳的血糖水平。黑麦全麦面包也是一种容易饱肚的面包。一项针对年轻人士的小组研究显示，晚上吃黑麦全麦面包可以促进身体释放饱腹感激素，这种激素会使你更容易饱肚，对减肥也会有更大的帮助。黑麦全麦面包也富含矿物质、维他命和抗氧化剂。每一片黑麦全麦面包也含有铁、硒、锰、铜、叶酸、烟酸、硫胺素和黄素、维他命 B6， 这些成分的结合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水平，所以黑麦全麦面包是很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面包。想要吃到真正的黑麦全麦面包，你要跟相熟的手工面包店购买，以免买到含有焦糖或可可粉的冒牌黑麦全麦面包。在上一集影片，我跟大家分享过高 GI 的食物。高 GI 的食物是糖尿病患者要少吃的食物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很容易导致血糖飙升。待会记得进入喵一下频道收看9种糖尿病要少吃的高 GI 食物。现在我们马上进入第2种糖尿病可以吃的低 GI 面包。第2，胚芽面包。胚芽面包在英文里被称为 sprouted bread， 这种面包是由发芽的全谷物和豆类所制成。发芽谷物和豆类的结合会帮助面包产生纤维、叶酸、蛋白质、维他命 C、贝塔胡萝卜素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改善餐后血糖的有益成分。Ezekiel bread 以西结面包就是其中一种胚芽面包。根据营养与代谢杂志所刊登的一项研究， Ezekiel bread 以西结面包会含有比较低的 GI 指数，因为它是由发芽谷物所制成的面包。胚芽面包含有低 GI 指数，因为谷物在发芽的过程会分解某部分的淀粉，这会降低胚芽面包的碳水含量和 GI 指数。胚芽面包也含有高蛋白，每一片胚芽面包含有高达15克蛋白质，蛋白质含量比含有12种谷物的面包更高。因为发芽的谷物会产生更多的氨基酸，也就是组成蛋白质的分子，所以导致胚芽面包也含有更丰富的蛋白质。胚芽面包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含有比较少的植酸。植酸是一种出现在植物的抗营养素，它会降低身体对营养的吸收，尤其是铁质和钙质。由于发芽过程会减少谷物的植酸，所以导致胚芽面包会更容易被身体吸收。如果你对胚芽面包感到有兴趣，可以在网上搜寻一下胚芽面包的做法。自己亲手烘焙的过程或许会比较麻烦，但要是能研究出这么棒的面包，多麻烦也都值得。第3，杂粮面包。杂粮面包在英文里被称为 multigrain bread， 它是由全麦制成的面包，含有谷物的麸皮和胚芽。
如大麦、荞麦、燕麦、小米、薏仁等等。这些谷物导致杂粮面包含有低 GI 指数，可以帮助你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。杂粮面包也是一种很耐饱的面包，因为它也富含各种坚果和种子，如核桃、杏仁、亚麻籽、奇亚籽、向日葵籽等等。这些坚果和种子成分导致杂粮面包可以提供复合性碳水。复合性碳水是一种好碳水，这种碳水的结构含有更多的营养和纤维，它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分解和消化，所以导致杂粮面包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。将谷物、坚果和种子结合在一起的杂粮面包也含有矿物质和抗氧化剂，这些成分可以减轻自由基对细胞所造成的伤害，所以杂粮面包也是糖尿病患者可以经常吃的面包。第4，酸面包。如果你患有糖尿病前期或高血糖，你必须要认识酸面包，因为它不会导致血糖飙升。酸面包在英文里被称为 sourdough bread， 它是一种少加工的脆皮面包。这种面包含有低 GI 指数，所以它不容易导致血糖飙升。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酸面包看起来有点像白面包，不过我想说，此面包非比白面包。酸面包是一种酸种面包，它是采用酸酵头来制作的面包。所谓的酸酵头就是一种天然培育的酵母，由于酸面包的面团含有天然培育的酵母，而面团也会进行长时间的发酵和膨胀，这会改变面包的碳水结构和降低面包的 GI 指数。酸面包的 GI 指数只有54，比白面包的 GI 指数低了17，所以会非常适合糖尿病的朋友。酸面包也富含各种营养，如叶酸、胡萝卜素、有益细菌等等，这些都是具有保健功效的有益成分。只要配上一些自制的沙沙酱、牛油果、腌制橄榄或鹰嘴豆泥，便能让你同时享受到面包和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。第5，100%的全麦卷饼。卷饼是源自墨西哥的一种面包，它是很方便的早餐。100%的全麦卷饼是不含白面粉的面包，它的 GI 指数只有30，属于一种低 GI 的面包，所以这种面包也不容易导致血糖飙升。100%的全麦卷饼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面包，尤其是平时不习惯吃蔬菜的朋友。在卷饼加入一些沙拉，可以帮助你摄入多一点纤维；加入一些蛋白，可以帮助你更容易饱肚，从而达到更平稳的餐后血糖水平。每一片45克重量的100%的全麦卷饼含有13%纤维、9%钙质、7%铁质，这些都是可以改善血糖的有益成分。卷饼是不需要发酵的面包，它的做法也会比较简单。只要将一些刚切燕麦磨成粉，加入适量的橄榄油和盐，先揉成面团，然后擀成圆片，用不粘锅和小火煎熟即可。最后再依据你的喜爱去加入一些奶酪、火腿、金枪鱼、生菜或黄瓜片，一份低 GI 指数的面包早餐就大功告成。卷饼面包唯一的缺点就是分量会有点大，而且又很好吃，所以你必须要小心控制分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5种糖尿病可以吃的低 GI 面包。影片结束之前，我要善意提醒大家，不能因为这些面包含低 GI 指数而大量吃，因为这样会摄入过量的碳水和导致血糖飙升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你最喜欢以上哪一种面包呢？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和交流，让更多朋友看见您宝贵的意见。影片结束之前，记得按下订阅、点赞和打开小铃铛，因为你的支持是我们努力的动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星期再陪你瞄一下健康里的大小事。拜拜。